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令莲。之前一直忘记在片头和大家介绍了，说如果大家需要英文字幕的话呢，可以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字幕按钮，下面会有我制作的英文字幕、英文翻译的字幕给大家观看。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。另外呢，我还插播一下一个小广告。如果大家需要这些视频、这些播客的文本翻译、文本的内容，以及我制作好的所有的核心词汇、地道词汇、中文俚语这些内容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订阅我的 Patreon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发现我的 Patreon 才上线刚刚不到1周的时间，就已经有朋友订阅了，非常非常的支持我，我真的很感激，非常感激。如果那些订阅了的朋友有看到这里的话，请你们听到我的感谢好吗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感恩的心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接下来正片开始了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旅游吧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小猫咪吗？哎呦，我在撸它的小爪子，真的很好玩。大家如果有养猫猫的话，这个猫猫很亲我啊。大家请注意看这个狗狗啊，这个狗狗好奇怪啊，我不知道它是流浪狗还是有主人的。就是我当时不是在摘菌子嘛，然后我一下车我就看见它站在我那个滴滴旁边，然后一直跟着我回院子，然后很激动、很兴奋的黏着我，又舔我，又围着我转。这狗狗好奇怪啊，然后又拼命想闯进我院子里面。你看它。你们看它真的好奇怪。大家看，我们上山了。我们现在在上的是苍山，然后现在坐的是索道。这个索道真的好贵哦，好像快300多块钱，真的超级贵的。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徒步走上去的话，还是算了，我愿意交这300块钱吧。然后现在我们越爬越高，现在可以看见整个，大理古城这边啊，下关也看得到。然后那个就是洱海，是吧？漂亮吗？大家觉得呢？大家看这里，这里是我刚刚下索道所拍摄的景象。因为我从这个位置下去的话是往下走的，所以感觉还行。但是大家看往上走的一些游客，大家都是气喘吁吁的，有些甚至还要吸氧气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传说中的洗马潭。大家别看我拍的还是很大的样子，但实际它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莉莉安，这里是苍山的洗马潭这个地方。其实这里还不是最高点，最高点在哪儿呢？你们看，最高点在那儿。哎，我知哦，对，最高点在这儿，大概还有个几十米左右吧。但实在是太，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我在这等我的朋友们，我就在这看风景，等我们的朋友们。那我也好棒棒了，好吗？这里估计也有4000米左右了。我没有高反，真棒，为我自己加油。或者说，苍山其实这里啊，已经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地方了。那我还是成功克服了。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洗马潭，这样你们就不用爬4000多米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方。其实它也不用爬4000多米，因为你可以坐那个缆车索道到大概3900米的地方，你就徒步，一直徒个100多米，然后到这里。其实你看它只是徒100多米哦，但是这就垂直的100多米还是很累。我已经歇了2、3回了，真受不了，真的是还是要多锻炼。我怎么这么说？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棒的了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棒的了。对，
因为我其实个人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徒步，我对，因为我很难走，就平路那种我很难走，但是你说爬山这种吧也行，但是我就不是很喜欢徒步。我更喜欢做那些比较有趣的运动了，像我之前说的。哦，你看这个乌云呢，几乎就跟我平齐，就在我旁边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个乌云，这是乌云来的，它会下雨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苍山上面有些地方它会局部下雨，很神奇。就是你看其他地方它是阳光灿烂，晴空万里，对。但是有些地方呢，它就是下雨。好吧，那就说这个景点我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大家，那我们下一个景点再见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2位就是和我一起登山、跟我一起玩乐的朋友们。哇，该的。等等，下山啦！下山还是要坐索道啊！大家不要想不开去徒步，真的真的超级累的，除非你是徒步爱好者哈。大家再从这个位置去俯瞰一下我们的整个大理、苍山、洱海、古城、下关，大家都能在这里看到。等等，我又上山了，但是这是另外一座山，这里不是苍山了，这里叫折磨山，然后这里是它的半山腰。这个位置看呢，也是能俯瞰整个古城和下关，还有洱海。我们就进了一个营地，付费哦，要30块钱每个人呢。然后就在他的营地这里坐着，因为他的营地他其实自己做了卫生间啊、洗手的地方啊，还提供方便面和热水这些东西，所以他要收费30块每个人。然后位置呢也是极好的，他还自己搭建了一些秋千呐、这些拍摄观景台这些地方。大家看这个巨大的风车，看着是不是很漂亮？但是它是发电起来的。我们这里的风力发电器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风力发电器哦，它转一圈好像可以提供1度以上的电。大家知道1度是什么概念吗？就是一部空调它1个小时，大概就是1度的电。那它转一圈就可以维持一部空调1个小时能量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今天的山。今天这个山呢叫折磨山，作者的者，好像是摩天轮的摩，叫折磨山。然后我的哥哥们给他取了一个超级好笑的名字，叫折磨山。因为呢，这个山在上山的途中，它有2条路，但是呢，地图导航经常会把我们导航去一个非常非常颠簸、很难很难走，你必须要有越野车才能啊、成功成功通过的一条路。然后我整个人，你知道是有多颠簸吗？颠簸到我整个人飞起来那种，而且它是一浪一浪一浪，所以我就好像坐过山车那样，这样子飞起来，连续飞起来，就超好笑。然后我的哥哥们就把它取了个外号叫折磨山，笑死我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风景啊，哇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下关城镇，然后我们可以俯瞰，你看整个大理，然后这个是，哎呀，这是洱海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是吧？好看吧？我现在是晚上的7点，天还非常非常亮。等一下呢，等一下我打算去这里，这里是太阳下山的地方。我们等一下，我打算等一下去这儿拍一个晚霞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你看这环境就挺好，这是个营地，它收费20还是30块钱，30块钱一个人就来这个营地。呃，给你做，挺贵的。嗯，然后他就做了这些木头架子，就观景台啊、秋千啊这些给你，然后给你看风景。有很多情侣啊，或者拍婚纱照的小夫妻呀，来这儿拍照。
对，嗯，这还是很好看的。就听说这个山哦，还没有被很多人发现，是漂亮的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很多在这儿旅居的人发现这儿。旅居是啥呢？旅居就是有点像英文里那个数字游民的这个概念。你在一个地方，你不是那种旅游的，待个一两天、一个星期就走，你待1个月、2个月，甚至半年、几年这种叫旅居。我觉得这个概念更像在英语里的数字游民的概念，digital nomad 嘛。啊、对，好了，这里就是这个小观景台，给大家看风景，然后和大家看一下，说一下话。这其实风好大，我不知道到时候后期剪辑会不会有好大好大的风的声音，我尽量修一下啊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在后期配音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幅景色真的是太美太美了，而且我是和我的朋友们，我喜欢的朋友们一起在这种美丽的景色下面玩耍。我觉得我真的会记住这种地方、这个景色一辈子。那种自由，那种快乐，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这种时刻吧。那现在就让这个夜景来结束我们的这个视频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